有个日子不过。怎么了？给了钱还不高兴啊？我今天身体不舒服。哪儿不舒服呀？来，我过来，我包治百病。来，我们一会儿回针。我肚子疼。哪儿疼？再往下。这往下。再往下。对，这儿疼。我去乡里医院看了妇科，大夫说什么事儿也没有，让我去县里医院看。然后我去县里医院也看了，也说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可我肚子就是疼。你说怎么回事呢？没有事，你想太多了啊！该吃吃，该喝喝。我还听人说人死之前，眼睛会留下最后看见的东西。你说侯贵平的眼睛里会不会有咱们俩？怎么可能啊！不要听别人瞎说，那人眼不就成照相机了吗？可我心里就是不舒服。侯贵平已经被火化了，他已经变成烟儿了。我在这的每一天都会做噩梦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已经在线上开找门市玩了。真的吗？我想开一个属于我们俩的超市。那超市？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执行任务，信号不好，没说两句就断线了。后来打过去没人接，一查是镇上的一个公用电话打来的。这么说，当时的案发现场有可能有目击证人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有机会给他翻案了呀。我决定了，这个案子我要查下去。好样的，算我一个。人呢？妈妈，买什么？3瓶雪碧。没了。再拿包烟，离群。多少钱？22。给。
屋里住。没事儿，随便问点话，进来吧。哎，自己在这玩啊。坐吧。你就是丁春梅。啊。外面那孩子是你的。嗯。你娘然死这几年没再结婚吧？那你和谁生的？是你生的吗？哎，说话。这孩子，该不会是从贩子手里买的吧？不是买的。不是。乡里宣传禁止买卖儿童好多遍了，你这可是知法犯法。是我朋友的孩子，让我帮他看一阵子。朋友？哪个朋友？叫什么？住哪儿？哎，你朋友的孩子怎么管你叫妈呀？丁春梅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孩子要是拐来的，你可是要坐牢的。哎，不是拐来的，真是我朋友的孩子。这样吧，你把你那个朋友叫来。对，打电话叫过来，核实一下。看我打了2遍，我打2遍都没人接，估计忙着呢吧，空了能给我回过来。行，我们相信你。你别紧张啊，放轻松，坐，坐。其实我们这次来呢，是想问你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3年前的一个晚上，你连夜跑到派出所报警，说侯桂平强奸了你，这事儿你还记得吧？老陈，感谢你为我们提供线索啊。上一次应该是在省厅年度大案分析会上见的面，哎呦，得有12年了。哎呀，这时间可真快呀！这一晃着我都该退休了啊！那天晚上你为什么要跑到侯桂平的教师宿舍？他把你从这儿拉过去的。我当时想跟侯老师接热水，冲感冒灵，然后他就把我几点7点，我记不太清楚了，应该是8点多钟吧。你干嘛要到学生宿舍去接热水啊？你这附近邻居不少，你这不是舍近求远吗？我跟邻居们的关系都不太好，他们表面上对我挺客气的，但是私下里怎么说我心里都知道。他们说我是扫把星，说我身上有恶鬼。我平时不跟他们打交道。苗高乡中学都在我这儿买粮食，然后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给他们送点大米啊、油盐酱醋什么的。见过侯老师几次，毕竟是城里人嘛，人家有文化，然后也文质彬彬的。所以，一个文质彬彬的人，在你去接热水的时候，把你强行拉进了宿舍，实施强暴。也没有强行拖进宿舍，他喝了点酒，然后马老师就住在他隔壁，那天晚上，他就没听到什么动静吗？我吓得一声都没敢出。春妹儿，你打电话什么事儿？是谁呀？岳军。屋外那孩子
是你的。你他妈谁呀？警察。警察了不起啊？我们又没犯法，怕什么？刚才丁春妹说，外面那孩子是你的，对吧？是我的，怎么了？你结婚了吗？哪来的孩子？我捡的。我捡的不犯法吧？你给我也捡一个。真的是我捡的，别人把这孩子放我家门口了，我不给他口饭吃，他就饿死了。而且这孩子在民政局也登过记。登记过不一定就合法，有群众举报你拐卖儿童。来，跟我去车上，好好交代清楚。你干嘛？不干嘛，放松点，出去说。走。没事，就是聊聊。坐吧。丁春妹，我现在问你的话，你都要老实回答。这儿有录音笔，还有记录员，都会一五一十的记录下来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你从侯桂平那儿离开之后，就直接去报警了？是。你刚才说差不多8点多左右去的侯桂平宿舍，派出所的记录显示你11点多去报的警，去掉中间路程的时间，也就是说，你在侯桂平宿舍足足待了2个多小时。差不多。中间一次都没有呼救过？没有。也没有任何人来找侯桂平？没有。那你认为侯桂平的死，是因为这件事儿，所以他才畏罪自杀的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和黄毛，啊，就是那个岳军，是什么关系？我们说实话。他有时候会在我这儿过夜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3年前吧。那就是说，在侯桂平死之前，你们俩已经是这样的关系了。对。丁春梅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个案子我们已经查清楚了，侯桂平不是自杀，是被人谋害的。是谁杀的他？我不知道。侯桂平死之前和黄毛发生了多次冲突，而黄毛也扬言要弄死他。以你和黄毛的关系，肯定会把这件事告诉黄毛，所以他怀恨在心，跑去把侯桂平给杀了，对不对？这事儿你也有份，对吧？没有，这跟我们没有关系。那到底是谁杀了他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问他怎么样了？丁春妹，黄毛可比你聪明多了。刚才在车里，他跟我交代了一些对你不利的事情。说实话，侯桂平有没有强奸你？别装了，肚子疼。你别装。黄毛说你报了假警，他全招了。你也别想着掖掖藏藏再隐瞒什么。我个脾气，大牢里的生活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交代。我就知道他靠不住，就知道黄毛靠不住。我没有想过
事情会变成这样？我没有想过侯桂平会死。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你放心，我和朱警官都站在你这边。案发之前，黄毛来找我，他说：“给你1万块钱，跟人睡一觉，行不行？”我直接给他1巴掌，我说：“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”可是他跟我说你也不想一直待在乡下吧？他们怎么说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说带我去城里，给我开个小超市，我平时就带孩子。然后他还说要跟我再生一个，我就同意了。这1万块钱不是他出的吧？那个人全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知道他给一个姓胡的办事儿。胡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那侯桂平就这么容易被引诱了？你们问月军吧，他在酒里下了药了。那黄毛有没有让你留好什么证据之类的？他跟我说事后让我用毛巾擦一点侯桂平的精液带给他，然后他嘱咐我1个小时之后去派出所报警，说侯桂平强奸了我。所以说，在侯桂平宿舍里发现的女性内裤上的精液，是后来才抹上去的，对吧？丁春梅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要不是对整个案件有详细的了解，是不会来找你的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侯桂平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你一个女人家所做的这一切，一定是背后有人指使。你别怕，只要你配合我们工作，我保证，没有人能够动你1根手指头。什么都别说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出去，出去！什么都别说，你放开，别碰我！快过来！什么都别说。丁春梅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哎，0167报告，请问一下，现在几点了？10点半了。陈老师，侯桂平案子的尸检是您亲自给做的，您对这个案子怎么看呀？哎呀，云里雾里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。怎么讲？表面上看，丁春梅当时提供的裤衩上的精液确实是侯桂平的，那确实也存在侯桂平在丁春梅体内射精的证据。但是这些证据
并不能证明什么。即使是体内射精，也有可能是强迫的，或者是伪造的。就这个案件呢，有2个关键点：第一，侯桂平到底是生前溺死，还是死后抛尸？第二，他的死亡时间。如果是畏罪跳水自杀，那么他的口鼻周围会形成大量的泡沫，肺腔会产生水性肺气肿，胃部会有大量的积液。但是这些呢，侯桂平都不符合。通过对消化道的解剖，死亡时间应该是进食后1个小时内。1个小时内？对。按照走访的信息来看，有人看见黄毛晚上8点左右提着吃的和喝的去了侯桂平的宿舍。8点20左右，2人发生争执，黄某离开。8点30左右，丁春妹要冲感冒灵，发现家里没有热水，提着暖瓶走了15分钟的路程，去问侯桂平借热水。据他说，他在侯桂平那儿喝了一会儿酒，突然感觉头晕，侯桂平趁着酒劲儿对他实施了强奸。他10点半左右呢离开了侯桂平的宿舍，回家收拾了一下。11点30左右，去乡派出所报的案。乡派出所11点50出的警，等赶到的时候，人已经不见了。第2天，村民在水库发现了他的尸体。那侯桂平胃里的食物跟现场发现的食物能匹配得上吗？一模一样。丁春妹的口供时间点上有点问题。如果侯桂平跟岳军是8点多钟吃的饭，在录音里，丁春妹有意无意地证实了这一点。她到宿舍的时候，桌上的饭菜已经吃得差不多了。9点多钟侯桂平遇害的时候，丁春妹应该就在现场。所以啊，接下来的问题呢就越来越有意思了。那这侯桂平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？是在强奸丁春妹的时候呢，还是强奸以后，甚至是强奸前？强奸前？你是说，这人死了也能？其实啊，射精和膝跳反射一样，都是脊髓的反射动作，理论上呢是不需要大脑参与的。死亡后的几分钟，只要性器官受到一定强度的刺激，脊髓神经呢一样会触发射精。当然了，我这些也都是猜想。哎，你怎么把黄毛给放了？刚接到通知，让我今晚去外地执行跨处抓捕任务。那怎么办啊？本来是想今天晚上带回局里，趁热打铁脱审一下。你是检察官，你又办不了公安的手续。李三，你开车。要不这样，等我回来，我就去申请传唤。一个村妇，一小流氓，谅他没人跑不到哪儿去。你还记得案发现场客厅墙上的老年扶手吗？记得。你再跑一趟，把尺寸量好，多拍些照片，跟上回一样，看能不能买着一模一样的。好，那我这就去。喂，严队。哎，张记者，你们晚报今天出了什么状况？哎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下午突然接到上级通知，说有群众投诉我们投放虚假广告，要求我们休刊调整。我们主编已经交涉一下午了。
孙总，老胡，现在有个新情况啊。县检察院来了个新的检察官，叫什么江阳的。前2天去我办公室，说要重新开始调查侯桂平的案子。你好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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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有用吗？姑娘，你知道这盘鱼子酱值多少钱吗？4万美金，兑换成人民币是30万人民币。老姑娘，我再给你科普一下啊。今天的小麦市场行情是6毛1斤，你刚才撒掉的鱼子酱可以兑换出30多吨的粮食，明白吗？30多吨的小麦。没吃过吧？你也尝尝啊，尝一尝，尝一尝。小胡，一点鱼子酱至于吗？撒撒。去吧。刚才那个叫江什么？江阳。连队，突发情况。我现在站在江潭市北部新区内的一栋烂尾楼盘内。这个位置20分钟之前发生了爆炸事故。来了。什么情况？嗨，这就是一个烂尾楼盘，已经有好几年没什么人住了。我们刚才调查了一下，目前没有发现任何的人员伤亡。这个烂尾楼是哪家公司的楼盘？凯恩集团的。凯恩集团。站长，提审。要再这么下去，要出大乱。如果伤及到无辜群众，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？你们，严警官所说的这个你们，是指谁呢？我现在人在看守所，1天24小时，吃喝拉撒睡都有人盯着。你觉得我会怎么样去伤害无辜群众？你又让我负起什么样的责任？整个案子就像迷雾里的一头怪兽。虽然我看不清楚它的样子，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它的轮廓。张超，你得给我时间让我查下去，事情不能再扩大了，爆炸也不能再继续。有些事情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。这就像是一辆拆除了刹车系统的火车，不到车毁人亡的时候，它是停不下来的。我只想给你一个善意的提醒，回一幅照片发布。这次的爆炸是在无人区，下一次就不一定了。昨晚，在江南市北部
临江区内的一处商业楼盘内发生了一起爆炸事故，确切地说，爆炸发生了2次。第一次在11点58分左右，第二次大约在几十秒后。因为是烂尾楼，所以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员伤亡。我们刚刚接到省鉴定中心的报告，在现场采集的样品中没有发现任何违禁爆炸物品。虽然楼盘的整个天然系统管道已经建好了，但是还没有跟主管道连接，所以也排除了天然气爆炸的可能性。这是我们在现场发现的一些民用物品残骸，有钢丝床、蜂窝炉、电风扇等等。没有爆炸物，却连续发生2次爆炸，这不大白天活见鬼了吗？周围居民有没有发现行为可疑的人啊？附近倒是有一个野湖，人称麻雀湖。早晚的时候，一些大爷大妈遛弯。据他们反映，烂尾楼附近经常有流浪汉出没。流浪汉？这地铁抛尸案是一环套一环啊！行了，工作48小时了，收吧。你也早点歇歇吧。不行，还得去趟爆炸现场，老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。走。连个爆炸中心都没有。晚上你要是回到这儿，你会干什么呢？当然得先吃饭啊。吃什么？以前住大院的时候，家家都用这种蜂窝炉。我爸经常拿这个给我们炖菜、下面条啥的。不过这种蜂窝炉不太安全，如果通风不好的话，很容易造成煤气中毒。你爸以前是干什么的？也是刑警，半辈子都在办案。我妈说怀我的时候就没见过我爸几面。生我的时候，我爸正在外省抓逃犯。我12岁那年，他在外地执行任务，被击中了大腿股动脉，送到当地小医院抢救。医院只有1个手术室，同时送去的还有一个小女孩。车祸，我爸就把救命的机会让给他了。那段时间挺难熬的吧？一开始特别不理解，我总觉得他在逞英雄。他在手术室外到底有没有想过我们娘俩？直到我自己也当上了刑警。走吧。那个小女孩比我小几岁。别抽了，抽上了停不下来。过2年你还得生小孩呢。
还生小孩儿，就咱这工作强度，我妈给我介绍了一堆相亲对象，我都还没时间见呢。我就是有点想他了。他身上就这个味儿。同志们，今天高副厅长又给我打电话了，询问案件进展，让我们尽快破案。今天早晨呢，我们也跟《江滩晚报》做了沟通。这次被群众举报，才临时休刊，领导们还要追责这事发的突然。严社长他向我保证，他们会继续配合警方，报纸今天就恢复出版。这报纸定点投放了这么些天了，你们说能引蛇出洞，这到现在连影子都没见着，还弄出个爆炸案。接下来一定要加大警力投入，扩大排查范围，必须尽快破案，给市民一个交代。我对咱们工作进展速度非常不满意，工作开展得很被动。颜良，你也别愣着，说说你的看法。我觉得赵局说的非常对。完了，完了。哎，你站起来，啊，你说说下一步的侦查方向。今天早晨，我和人队又重新到爆炸现场感受了一下，非常仔细地探讨了蜂窝炉做饭的问题。无非就是做个稀饭、下个面条什么的。从第一封匿名信到现在已经是第9天了。我掐指一算，还剩15天，大家努努力，加加油，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。不是你严肃点儿，啊，你说说下一步的计划安排。要下棋呢，肯定是要先摆好棋子。我看这步棋已经摆得差不多了。咱们以前破案用的是线性思维，这回要换一个新的思路。一个是侯桂平案，牵扯的是丁春妹、岳军、李大北。李大北目前是死亡，丁春妹、岳军暂时下落不明。岳军背后的势力集团一定要挖出来。爆炸案发生在市郊烂尾楼，是属于凯恩集团的地皮。这一切看起来貌似随机，但我有一种直觉，整个事件跟凯恩集团脱不了干系。陈明章为我们提供了侯桂平的尸检报告，江阳和朱伟花了大量的时间调查侯桂平的案件。江阳目前是死亡，那最大的突破点就应该是他，朱伟。哎，来了，你想的可真有福气。老杨啊，昨天才走，他家里老婆中风了，辞职不干了。你晚上在这看库房，我在你原有工资基础上啊，每天给你加20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
在这外面住一晚上，那怎么也20-30块钱。你这一进一出就是50啊！我走了。哎，对了，别抽烟啊哈，这空气不流通，你不要把警报器弄响了。要抽烟的出去抽啊！哎。you